你也别气馁，凡事往好处看。咱们现在已经摸到点头绪了。木德，你受伤了。哦，你说这？平用手摸，会滋生细菌。谢谢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在附近的宾馆订2间房，晚点儿你带曹艳华他们过去住。啊！13000闯祸了，你赶得走没问题，不用连我也赶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是一会儿有人过来修窗户，会很吵，而且你也没睡，对吧？还有，你别怪13000他们，我让他们出去住是为了安全起见。真是娉婷把我撞晕的。我这么精壮，她能把我撞晕？精不精壮的，你主要是糊涂，还吹什么10来岁混社会？你注意吧，容易让社会淘汰了你。你才被社会淘汰呢！大老远跑过来吃人家睡人家，还把人家弄得鸡犬不宁，你俩挺能耐啊！小老板娘，那咱们作为守法公民，看见少女疑似被囚禁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？对，这意思罗润还得给你们颁个锦旗是吧？笑什么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都怨你，你也有一份儿。如果娉婷一直被你们关着，欣姐就会觉得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她就决定要放弃。那他会操控娉婷自杀？那假死呢？假死，心跳、呼吸都要停止的。你假死一个给我看看。欣姐离地后还会找新的宿主，就会伤及到无辜的人。咱们总不能救了娉婷，伤了别人吧？喂，赵医生，明天你过来一趟，费用没有问题。我需要你带来全套的急救设备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趁着娉婷睡着了，带你出来散散心，看看沙漠。等事情全解决了再看也不迟啊。就当陪我兜兜风吧。沙漠的晚上好安静啊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开夜车，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一个人兜一兜，能冷静下来思考问题。好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车速是不是有点快啊？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你会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罗振，前面没路了吧？啊！停车！太吓人了吧！没有，这是本地的经典项目，利用视觉误差体验生死过程。我刚才有点没准备好，再来一次呗。仅此一次，等你有心理预期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怎么样，生死之间走一趟，什么感觉？那当然是活着好啦，我可得珍惜生命，好好的活着，活到
活到100岁。你会的。太刺激了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，就好像是伸出一只手就能抓到一颗一样。星星离我们很远，它的光到达地球需要跋涉许多年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是它很多年前发出来的。比如那颗，它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好像天上挂着的星星都是骸骨一样，所有的星光都是灵魂。你以前经常来这儿看星星吗？带娉婷来过。我跟娉婷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去叔叔家住，是因为我爸，他有2个老婆。2个老婆？我妈是我爸的糟糠之妻，陪他受苦，陪他创业。后来他终于有钱了，他觉得应该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比如爱情。呸！我觉得那都是借口。后来，他终于进了门，没敢领结婚证，但是婚宴大办，比我妈家的还风光。本来日子还算凑合过，直到那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那一年我发生2件事情，一件事我差点被车撞死，另一件中毒，去医院洗胃。那是不是那个女人干的？电视剧里都这么说，什么为了争夺财产、摘豆什么的。我妈也这么觉得。你去哪儿？所以把我送去了叔叔家。那个时候，娉婷才4、5岁吧。她头上扎了2个辫子，她怀里抱了一个大木刀。她对我说：“小刀哥哥，爸爸说有人欺负你，你别害怕。如果他再来欺负你的话，我就帮你砍他。”罗文淼是我叔叔，但是我觉得他更像我的父亲。叔叔走后，娉婷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了。亲人？我跟叔叔说，让他自己不要杀人。我没做到。我吩咐娉婷守好叔叔，告诉他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结果娉婷疯了。我说我就像放屁一样，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到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不希望娉婷再受到任何伤害了。木代，昨晚多亏有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刚认识的时候，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，好像一点都不高兴认识我。
你还记得呢？送给你。送给我？以后你再想起这茬，就把刀拿出来，当你这样踹2脚，解解气。别总想着我的不好。那请问罗刃，你有什么好啊？喂，郑博。木代，昨天罗刃跟你在一起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或者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人这就走了？告诉你吧，这毒妇现在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得先顺着她换个地儿再拆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以退为进。跟上。哎，小老板呀，我知道他们家密码，让我来。哦，来了。罗刃，开门！都来了。让我来密码。罗刃，密码他已经换了，你打不开的。罗刃，开门！罗刃，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我别让我赔钱啊！滚死了！千两黄金不外道，10字街头送古胶。今儿我就露手黑的，门防君子，不防小人，瞧玩意儿吧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罗刃，什么情况？罗刃，你干什么？罗刃，你别冲动啊！罗刃，你做什么？你在？哎，罗刃，你，罗刃，你别说话！郑伯，大夫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就在隔壁呢。医生，来。上古时期，天降陨石，带来了一股可怕的神秘力量，四处为祸人间。有人说，大德伯阳子出峡谷关，最终将其封印，令其再也无法作恶。也有人说，封印只是暂时的，他始终在寻找逃脱的机会，蠢蠢欲动。这个故事就从22年前落马湖的一个冬夜开始。闭上眼睛！
喂，霍子红小姐吗？我是。你查的落马湖案有消息了。侯姨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不是你那件正事儿有着落了？刚定下，今天下午2点，你到了亮牌子，自然有人招呼。对方叫万烽火，是干了几10年的包打听。你到了那里啊，话别多，只管听着就行啊。放心吧，江湖规矩我比您懂。是，咱们木代啊是学了8年的武呢。那一会儿啊，我把定位发给你，一个人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侯爷。哎，挂了。妹妹，拉我手干嘛呀？撒开！我让你撒开！你拿着我东西呢？我在替你保管。我给你发回去，发回去。放好了。撒。嗯。不是，你坐反了，你得到那头，往那边坐，北岸。啊！我还得坐回去啊。是，你给我撒开，你给我撒开。您这小手赛螃蟹，还得坐回去。下回早点出来啊。咱们一会儿再去看个电影。好。刚吃完饭别催了。欢迎光临。客人来了，这边请。电磁能量今日1点再创新高，通信、电力等相关领域或将受到影响。怎么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呢？就好比这个簪子，有2个人，一个人呢问我要老银做的凤凰簪子，还有个人说我要红宝石做眼的凤凰簪子，但是我没有簪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拿着它来找我，您瞧，这买家有了，卖家有了，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？而我呢，我就是出售这簪子信息的。有事儿赶紧说事儿，大老远来的，没空听你在这吹水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次的信息量是特别的大，一定保您物超所值，钱不白花。马先生，哎，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穆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
离开李先生，马从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线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。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要收手机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起桩榆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？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点水。嗯，好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。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啊？你没事啊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开门！
3人李建立，男59岁，李秀英，女55岁，李亚青，女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儿已经报警，有人报警了吧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！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长辈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哈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。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付钱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做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！不过红姨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鱼线杀人。
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满风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安呐！几楼？5楼。有病吧？啊！办得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。万老板有规矩，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，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。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
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，曹哥？练架子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躲回去吧。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吧啊！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姑娘，谢谢你了。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。抱着我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。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，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她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，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亚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铲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
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。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余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老了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瞧你那德行！怎么着，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！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？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啊！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精卫桃江，名字这么来的？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着你。你就比如现在。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钱进杯曹爷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控制手气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
波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和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。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那万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。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，李叔说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布袋，你帮我再去找李坦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
野餐了吗？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卢刃。快跟上！不给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纹的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请这位曹爷，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。走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，那这么多家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人？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桌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。
去啊？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吴大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给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
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啊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布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